好，普丁事隔了24年，再度去到了北韩，跟金正恩正式的会晤。那看到北韩也进行非常盛大的欢迎典礼的场面。那他是抵达了这个平壤金日成的广场哦，北韩主办这个盛大欢迎的仪式。那现场有非常盛大的这个仪仗队以及这个平壤市民双手捧花来欢迎哦。那目前两人已经正式的展开会谈。那其实第一时间呢，就是因为这个普丁的这个班机有一点延误哦，但是金正恩就一直在平壤机场这边等候着他哦，等到了深夜，终于等到了这个普京抵达，两个人还这样子在机场这里直接拥抱，那展现出来这个双方的好交情哦。那还热烈的讨论好几分钟，随后共同乘车前往了锦绣山的国宾馆。那俄美还拍到了金正恩独自一人在机场守候的身影哦。当普京走出了专机，走上了这个迎宾红毯，是一名穿着韩服的女性，传统韩服的女性来这个接过花束哦。那后来呢，我们看看这个普京抵达平壤这个顺成机场的时候，其实这个平壤整个市区的居民们哦，也都是这样非常热情的出来迎接，还这个唱着俄罗斯跟北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就合唱歌曲来赞颂他们两国之间的友邦情谊。那朝中社就讲说啊，其实朝俄友好关系哦，对于建设多极世界至关重要。他们现在就是展现出来，就是要捍卫国际正义和平，然后也希望能够达到这样多极世界的一个作用哦。那他们这样的一个会晤，谁紧张了呢？我们看到可能美国紧张一点哦，因为马上就有一些其他的声音出现了。他们就讲说，普京哦，其实在访朝之前大动作的换了一些人事哦，有4名国防部的副部长遭到拔关，还任命他的外甥女来递补哦。所以他们讲说，是不是代表着他们是军事上面的行动，是为着接下来的这个俄乌战争？这个是不是这什么北韩、朝鲜要来支持莫斯科呢？那你看到这个普京在北韩的官媒朝中社发表的文章讲说，我们高度赞赏北韩坚定的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哦。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武器上面的支持呢？因为俄罗斯现在感觉上面可能需要一些常规的武器哦。在美国媒体的报道里面讲到了，他说尤其是炮弹哦，朝鲜可以提供很多作为回报。那会不会俄罗斯也要回报北韩呢？要提供他们一些核子计划哦，那也会使得这个北约接下来他们下个月要举行峰会的时候要来讨论这件事情，他们担心会不会俄罗斯来协助北韩来发展这种核子计划。白宫就讲说，这个朝俄两国深化关系令所有人很担忧，这是不是会用来打击乌克兰，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朝鲜半岛的安全。那结果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就回应啊，大家担心的不是朝俄之间的合作啦，是你拜登的状况更令人担心哦。所以俄罗斯也是这个强硬的回击了科比的说法。那再来还更妙的是，突然又开始有一些外国媒体哦，就讲起来，这个普京跟金正恩的碰面，还有一个人好紧张哦，谁呀？他们说中国心里不是滋味，中国吃醋了，他们心里面五味杂陈了，开始有这样子的报道出现了。华尔街日报讲说你看到了北韩跟俄罗斯军事上面的深化，这也加剧了这个中国和西方对于这两个威权国家日益不安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突然这时候中国大陆跟你们站在一起啦，这突然中国跟西方你们可以这样并列的说，我们都觉得好担忧，你突然变跟中国当朋友了，那很奇妙啊。那再来他们还讲说这个俄朝双向奔赴，大陆会吃醋吗？这个德国之音这样子讲哦，他们就说其实中国大陆呢宁愿各自跟他们发展双边关系，也不愿意变成三国同盟，避免坐实西方这样子的邪恶轴心的标签。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心里面还是很在意西方的一个看法的这是他们的一个报道，就是你感觉好像每一个报道讲的都有点矛盾跟冲突。再来这个法广他们讲说普京跟金正恩越走越近，中国的心里五味杂陈哦。所以明明呢这个俄罗斯这个普京上一回去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呢，5月份的时候其实访问完北京就可以直接去平壤，还特地先回去了这个俄罗斯，然后再隔一段时间再去访问平壤，就是在意中国大陆心里可能会五味杂陈，就感觉好像编了一出又一出这样的一个心理剧哦。那但是明明就是你看赵乐际也去
北韩跟金正恩碰面，也都讲了10月6号访华的行程嘛，因为那是他们的一个这个建交75周年的一个时间点哦，所以人家就已经定好这个时间啦。那不知道这些外国媒体到底在想要表达什么？就是为什么会每一个人还解读的方向都有那么大的出入？那我们先来问一下费委员怎么看呢？我想，俄罗斯啊跟北韩他们有共同的一些彼此的需求哈。我们知道，北韩长期被美国跟所谓的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啊，他想卖什么东西出去也卖不出去，想买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啊。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开战呢，你知道他们俄罗斯跟乌克兰一天要打多少发炮弹吗？乌克兰曾经跟西方要武器，其中炮弹是一个他们希望一天可以发射1万颗像156啊这样的炮弹。你知道1万颗是一个什么情形？一个月就要30万个。美国有很大的兵工厂，为了应付不能讲应付，就提供这个炮弹给乌克兰，它大规模的去增产。它真的全自动化的那个生产那种大炮的炮弹，一个月多少10万颗，它需要是30万颗，美国可以提供是最多一个月10万颗，所以非常非常的不足，双方面都是如此哈。我想至少在炮弹或者一般的步兵用的武器啊，北韩可以生产加了。然后北韩呢需要的像石油啊一些东西，俄罗斯可以提供，刚好这两个彼此可以互相满足彼此的需要哈。但是我是觉得了哈，俄乌战争呢，如果说你让它耗在那里，各位回想2年多前呢，刚俄乌开战的时候，我们去看看，乌克兰有多少人口？有4400万人口。现在报道它的人口是多少呢？3800万，或者说那600万到别的欧洲的西欧的国家，他就不会再回去了。这对乌克兰影响有多大哈？但是我们也知道，他的领袖泽连斯基他想要打，因为他如果战争不打了，马上改选，他大概就不会当选。那美国现在就也很奇怪，就不希望这个战争停止啊。我觉得最倒霉的就是乌克兰的老百姓哈。你想看，每天处在这样子的环境下，世界上好像现在大家好像都想拼命的鼓励战争。战争，凡是有过战争经验的他的家人哈，就知道战争就是像台湾跟大陆如果开战的话，台湾是毁灭性的。我们父兄那一辈，我们这一辈跟我们下一代，所有60-70年努力都化为乌有啊！所以大家要认真的去思考这个战争的问题。俄罗斯跟这个北韩我是个人觉得讲的比较直接一点，是被美国逼的去合作。这个对人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美国广大的老百姓要好好思考一下。好，请教李老师。对，我还蛮同意刚才委员所说哈，目前这一次这个普亭访问北韩我觉得大家可以彰显说北韩跟这个俄罗斯有一点就是互蒙其利了，因为北韩被国际社会其孤立很久，即便是曾经在川普任内双方有高层的接触，高峰会3次。但是美国、联合国还有个别的国家并没有取消对北韩各式各样的经济制裁，一直到现在都是。那俄罗斯则是很清楚，就是2022年2年多前打了俄乌战争之后，他也面临到很相似的一个困境，所以这一次双方这个又再一次碰面。那但是因为这次是定位为国事访问国事访问应该是最高规格，但是仔细看普亭的行程，它其实不到24小时。18号因为班机延误晚到，19号大概中饭之后，他就往下一站越南前进。那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大家最关注还是1对12个人的非正式的会晤，可以谈很多东西。那其次是比较礼仪式的，比如说听音乐会，这个阵亡将士献花等等等等啊。那我们也知道，俄罗斯刚有讲，上一次普亭访问这个北韩是24年前他刚执政没有多久。因为这2个国家还是实力有差别老大哥小老弟。那金正恩其实去年9月去过，在前次去是2019年疫情之前，
再往前推，北韩领导人去是他的爸爸金正日了。那去年9月其实去这个金正恩去俄罗斯访问有6天，其实很充足的行程。他坐的他的火车这个专列去看什么？去看东方航天发射场卫星发射，去看俄罗斯的战机制造工厂，还去了海参崴太平洋舰队去做参访。代表说，其实这个合作应该很清楚。一方面，俄乌战争的确，俄罗斯大量需要炮弹，有好多次的新闻显示，它的提供都几百万枚的这个炮弹给这个俄罗斯使用。那第二个大家会说，其实北韩可能希望的是在军事上能够得到俄罗斯比较先进的科技，包括卫星发射、弹道飞弹的技术等等等等。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这双方的合作应该不是只有军事。我刚刚讲军事。在政治外交上面临共同被孤立，我觉得这是一个合作后面的比较重要的地方。再一个就是仔细看，其实有没有伤害俄罗斯，打这场俄乌战争还是有了。因为即便是俄罗斯现在转型为战争经济，经济的成长率还可以但是还是面临到很多的损伤。那以政治而言，比如说普亭的出访，从打完战争到现在，自从去年 ICC 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出逮捕令之后，他到底去了几个国家？其实非常有限，中国大陆、俄罗斯、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但是可以数得出来的。好，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北韩对他来讲就更加的重要。那刚才有个新闻很有趣的地方是说，北京有他自己的一个盘算，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几年一个西方的一个氛围跟媒体氛围是常常会点名几个国家会放在一起，伊朗、俄罗斯、北韩、中国大陆，这个形塑这样的氛围，我觉得还蛮明显的。对。好，来请教舰长。如果根据南韩国防部所提供的资料，也就是北韩从去年的8月到今年的2月期间它已经向俄罗斯运送了6700个货柜，那这些货柜里面可以容纳300万发。刚刚讲的155榴炮的炮弹还有50万个多管火箭的这一些发射器另外还有60枚这伊斯坎德尔的这一种短程的弹道飞弹。那虽然韩国不叫伊斯坎德尔，可是它跟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长得一模一样根本就是一个妈生的嘛。这个就是在北韩它称之为叫做火星11，那西方国家命名叫做 KN-23，可是它就跟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长得一模一样，而且在俄乌战场上面，事实上对于这个飞弹的残骸，它有找到这个残骸里面竟然有写韩文那就证明了就是北韩提供的。而且我们看到金正日很喜欢照相，很喜欢排场的。他去参访这一个飞弹工厂的时候，结果被人家拍下这张照片。我们看到这是伊斯坎德尔的这个飞弹的推进器结果这个部分呢，又在俄乌战场上找到了。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60个KN-23或者是火星11的飞弹的确就是北韩所提供的。那这北韩提供，大家说精准度不够不用精准度够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要造成你饱和攻击，然后在飞弹的密集攻击之下，然后你各种防，你知道哪一个是北韩的飞弹吗？你不知道，可是它一定有俄罗斯自制的更精准的真正的伊斯坎德尔在里面。那在这个里面的话，那其实你就很难进行拦截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各取所需。我们刚刚讲到说，俄罗斯得到了火炮，得到了飞弹，得到了火箭，可是北韩得到了什么？北韩其实得到了火箭推进器我们想一想，之前北韩所以千里马1号的载具发射的万里镜1号的人造卫星，你觉得是一触可及的吗？没有，那个就是俄罗斯提供的技术那以前北韩发射了多少次什么光明星1号光明星2号这些通通都是要打衛星上去的，结果没有一个成功的。那为什么千里马这么
成功，因为其实这个也就是当北韩发射这些卫星的时候，南韩还有美军这么积极的去海里面捞那个残骸的原因，因为他们就是要找出这个跟就是北韩的这些载具跟俄罗斯的关系。但是到底是谁让中国、北韩跟俄罗斯抱在一起的？正好是你美国搞什么小院高墙，搞什么贸易战，搞什么科技战，才让这3个国家因为内需、因为外销而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李强这一回呢，出访了这个纽西兰、澳洲，然后再到马来西亚哦。其实这样的一个路径哦，看起来好像也有它的战略意义哦。我们来看看这张图哦。这个美国呢，它是设了3个岛链嘛，3道岛链，第1岛链、第2岛链、第3岛链。那刚好呢，这一回李强去的这个3个点呢，就是马来西亚、澳洲、纽西兰，感觉好像连破了这3道岛链，用这个经贸战略横切过去哦。那其实纽澳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说的话，也是事隔了7年，再度有这样中国的总理来访。那这一回现在到了澳洲去了，李强有提到，中澳是非常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哦。接下来就是要来稳定产业链、供应链，还有促进经济增长。那以及呢，他们跟这个澳洲这边的中资炼锂厂也展开了一些这样后续的可能的合作的这个机会哦。那也象征着中国大陆对于澳洲关键矿物的一个这个需求，因为他去西澳视察了这个由中国大陆投资的这样的一个炼锂厂，也凸显出来，现在感觉上面中国大陆要突破美国试图就是在中国供应链上面使绊子嘛，那要确保这些矿物的来源，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积极正在部署相关的这样子突破这3道岛链，可能是用一个经贸战略的方式。那再来呢，他现在去到了马来西亚。这个马来西亚的首相安华也提到了一件事情哦，就是准备要来加入金砖国家，力推全球南方。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出了决定哦，很快会走正式的程序，现在只是在等待南非政府最终的结果。而李强抵达了吉隆坡之后，开始展开访问，说希望跟马方呢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哦。那当然也是有建构于“一带一路”之上。他说，现在目前“一带一路”的合作成果非常的丰硕，也为2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希望能够为地区整体的发展来带来更积极的贡献。那马来西亚在东协里面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的角色哦，所以其实马来西亚也喊出来要加入金砖国家这件事情，恐怕会让西方更加的紧张哦。那李强现在跟马来西亚签下了这个5年的经贸计划。接下来包含了像是数位啊、制造业啊，可能会有更多的联系。其实，在马来西亚之前呢，泰国就已经先喊出要加入金砖了。根据2022年东协 GDP 的一个列表，第1名是印尼，然后再来是泰国、越南，还有马来西亚。所以看起来现在目前前4名都陆陆续续有这样的一个风声传出来。越南也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有相关报道说有意要加入金砖。印尼是一直有这个要加入的声音，但是他们自己本身国内还好像有这个反对派的声音，所以现在在拉扯当中。但是其实他们另外一派加入的意愿也很高。所以你看到这样东协国家陆陆续续的都在喊出要加入金砖，越南、印尼也都透露过意愿，代表着全球南方也更加的扩大在东协这边的影响力哦，可能更不是过去拜登想说，美国东协峰会这样子，你办一个峰会，然后给人家少少的钱，然后拍一张合照结束这样的一个模式能够撼动的哦。那再来，大陆还杀进了美国的后花园，看到在巴西这边哦，大陆电动车今年4月份销量激增8倍之多哦，因为光是2024年，其实在拉美就迎来了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狂飙式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量。那电动车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对于巴西出口的第4大的主要产品哦。那中国大陆的车企也加大了在当地的投资，也被视为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跟投资者。秘鲁呢，他们的总统也即将要访华，他主要也是说希望能够引入中资啊。看到巴西如此哦，秘鲁也说我也要啊，所以现在看到很多拉美不断在左转哦，也是要拉近跟中国大陆的这种经贸往来的这个距离。那当然还有这个南非也在这边嘛，就是金砖国家，主要就是也南非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这个秘鲁的总统哦，他即将在本月底的时候要访问中国大陆，来参访华为啊、比亚迪这些中国大陆的企业，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大陆的投资来进到秘鲁这里。那除此之外，也希望有农业啊、矿业啊、农业、工业都能够有一些相关的谈判。中国企业赶快过来吧，这可能是他这一次最主要的一个访华，希望达成的一个成效。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舰长怎么看呢？我们经常谈到澳大利亚对于中国大陆的输出，我们谈到的是什么？我们谈到的都是红酒、龙虾、铁矿。可是我们如果看到刚刚电视墙上面的李强总理戴的一个工程帽，他到了哪里啊？他到的是博斯，也就是西澳的这个地方。西澳其实有一个天齐锂业的这一个澳洲能源公司，它其实是中国持有51%的这个资本。那在这个部分，也就是它所输出的锂，其实最主要的都是送回中国。为什么？因为电动车它中间最重要的不是锂电池吗？那还有我们更不要讲说我们现在生活周遭什么，无论是耳机啊，无论是手机啊，用的都是锂电池啊。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也就是其实李强总理他不是只是大国外交出去而已，他也把中国的产业一样的往外推啊，也就是说让这一些产业也能够在国外那个开矿之外，然后来丰厚中国大陆本身呢。那这一个我们讲到说，这一个产业的部分，这是我们看到产业的部分。另外，我们经常听到。很多国家就是以美国为首的，也就是一天到晚对于“一带一路”有非常多负面的讲法，说这都是再留子孙。那我请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国家想要加入金砖？金砖真正的核心不就是中国吗？也就是说，大家看上的是什么？也就是中国的执行力啊，也就是中国的基础建设啊。你美国要不要拿出一些基础建设给大家看啊？看一看你有什么样的高铁啊？中国大陆做成了8纵8横，你连一条都很难维持，所以大家都相信啊。印尼也是如此啊。那现在我们讲到说，大家都要加入金砖，从我们之前讲到的。马来西亚其实前面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泰国，泰国已经提出申请了，马来西亚现在又多了越南。我们如果说来看看我手上的这张字卡的话，其实非常清楚啊。这个黄色这个都是想要加入金砖的，红色的是已经加入金砖的，绿色的也是已经加入金砖，是在去年第一次加入金砖的。意思是什么？这都是南方国家，意思就是之前在不受你们 G7 不受你们 G20 重视的国家，可是这些国家有多大的生产力？它的 GDP 占了全世界的29%，它的有关于它的人口占了46%，那它对于相关的一个产出占了25%。意思是什么？这个都是未来的产业的一个进程。那为什么大家都要加入金砖？因为大家相信那个最后都是双脚自己走路，不管你美国怎么样的部署，你怎么样的重伤中国，实际上来讲大家眼睛看得很清楚，跟着中国走大家一起才有钱赚，跟着美国走引来的都是飞弹。好，来请教李老师。
对，我觉得，这几年的这个美中的竞争，就像刚才舰长有提到，就是外交是个还是重要的领域了。就是因为我们曾几何时可以看到说，华府愿意邀请东协领导人在 DC 开峰会，拜登任内有做到，对，过去可能不需要这样做。还有甚至把南太平洋国家的领袖也叫到华府。那前2年也在这个华府召开美洲国家峰会。所以现在全球来讲，不管是欧洲、中亚，就我刚刚讲的，甚至包括南太平洋、印太地区、美洲、非洲，应该都是竞争的场域。那与此同时，也结合一些刚才舰长所说的，因为现在是在科技的竞逐美国祭出的所有的这个手段，大概都是要掐脖子的所以说不管是这个电池、电动车、晶片、太阳能相关的一些产品，以及它的原料，都是美国的重中之重。那我觉得这一次李强在所谓的3国行程当中，我会还是比较看重是澳洲，因为马来西亚跟中国大陆关系本来就还不错。那澳洲的重要性，我觉得还是比较无与伦比啦，因为它还是比较有这个突破的功能因为这突破也是一个对照要不是因为在过去在自由党莫尼森执政时期，这个澳洲的政策是完全贴向美国，而且有些时候是变成是一个抗中反中的急先锋否则不会有现在新的这个艾班尼斯政府，他是2022年5月上任到现在刚好2周年，但这24个月里面，其实他是有蛮多的一个美中这澳中关系的所谓的修复。从他上任没多久，他的外长黄英贤就跟中国大陆外长王毅见过面。那2022年年底集团体峰会，2国领导者碰面。那2023年有更多的进展包括李强曾经在去年已经在东亚峰会上跟艾班尼斯碰过头。那艾班尼斯总理在去年11月访问中国，也是一样7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大陆的澳洲总理，所以这一次李强也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回访那里面看重的是什么？我觉得他行程安排里面很多的细节，从比较温馨的、比较软性外交的熊猫又宣布继续延长，这是一种很典型的这种熊猫外交到去拜访酒庄再带出这个澳洲的这个商业部长说还会有更多的澳洲好的红酒销往中国大陆，到刚才讲到西澳去看这关键的矿产跟电池相关。那这24个月以来，已经很多的这个结晶的东西慢慢都恢复嘛，所以不管是龙虾啦、木炭啦、大麦啦到最后的红酒，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我觉得中国大陆想做一个示范啦，就是即便中澳关系未必能够恢复过去的黄金岁月，但是一个突破，这是一个它典型的在外交上棒子跟胡萝卜的很灵活的运用。好，来问费委员。我想2次世界大战打完到这个1960年的时候，美国的 GDP 占全球的3%到2/3。但现在我们讲以前年去年数字还没有公布，以前年美国现在占全球的经济不到1/4，大概24%。这个代表它的国力是衰退的那个1990年当苏联瓦解以后那个冷战结束，美国想用全球化，想要继续主导世界，可是到了2005年，他发现他们的全球化对损失的是美国的就业人口我们再看以前美国想要控制世界是靠2样东西，一个是美国的军力，第二个是美金。但是现在再加上2个东西，一个是科技的还有一个是金融的技术他利用这个东西，现在你看他是接着俄乌战争把苏联封锁制裁现在他想要用局部的想要也对付那个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在军力上的进步2000年以后到现在那突飞猛进大家不要以为大陆的生产进步，大陆的军事的力量是所有东西进步最快的它军事在局部上，你说在西太平洋，美国要跟老共打很拼但全球当然是美国比较强。大家上个月月底有一则新闻就沙烏地用了50年用美金交易石油，沙烏地的王储取消了。对，日后用哪种货币不晓得，当然可能是人民币是其中选项之一当然人民币要取代美金还有一段距离但是
逐步的，你看有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出现。当G7 控制全球的这个工业生产的时候，那些小国家是被牺牲的。所以为什么有金砖5国？还有现在像刚才谈到东南亚这块，像越南啦、泰国啦、这个马来西亚印尼，他们想要加入，就是他们长期在西方国家里面他们是被牺牲、被歧视的一群。现在又感觉到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立委费鸿泰，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陆军的100年校庆哦，黄埔军校的校庆哦，有一个漏网镜头，还是由自由时报爆出来的他就说，这校友呢，连这个旗队呢都没有向赖清德致敬哦。那这张图呢是去年校友连队进场那就是会有一个致敬的动作。但是呢，在16号的时候，赖清德校阅行进的这些队伍的时候呢，不少在场人士捏把冷汗，因为这种校友连经过司令台前的这个第2标兵在带队指挥官下令说敬礼的时候，结果没想到这些旗队我们这个看到这个画面，因为是公共讯号，共同提供的一个讯号，所以他没有特别带到那一块，可能觉得说场面不是太好看，就喊敬礼的时候没有人把这个旗帜放斜，就是跟国旗一样直挺挺的过去了，就是路过了，就没有人要对这个赖清德致敬照理说应该是要这样放斜的，我们刚刚看到影片上面是都直的，就这样子走过去了这样子。那所以这是不是不给面子？那我们看看这个参与的人员，他们说其实成员老一辈都没有就是接受过这种党国教育的校友是没有办法接受民进党赖清德当总统的因此通过司令台的时候，长旗队没有以军礼来致敬。那话说呢，这个事情也过了蛮多天16号的时候是100年校庆嘛，18号的时候事隔了2-3天，开始算这个账就自由时报带动发起，要开始来跟这个黄埔要开始算账了。这是不是就说你们欺负赖清德，你们这些黄埔敢欺负赖清德，连致敬都不致敬吗？那开始要带起这新一波的论调，让大家想到以前好像这个李登辉不是拔郝柏村的军权吗？还有陈水扁不是也说有什么柔性政变，有国防的一些人好像这个国防首长策动显示当年这些什么国军的负面文化，就不听主子的话。那连日经以前不是也讲说，有90%的台湾退役军官提供中国大陆一些情报，这是间谍的一些行为，开始影射说黄埔也好，国军也好，不忠于这个三军统帅，是不是开始算账的这个节奏带起来？那另外在南海这里我们看到菲律宾的媒体讲说，跟中国大陆海警船的冲突，他们有7名的这个士兵被打伤，然后有1人断指。菲律宾他们的媒体引述消息人士讲说，他们的海警船，中国大陆海警船在这个仁爱暗杀补给任务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个7名士兵受伤那他们的武器也被夺走了。那其实这个事情蛮严重的，因为他们毕竟算是军方嘛。那中国大陆也是派出海警船，也算是这个军方军方对军方，结果占了个下风那你看，就等于说被打到全军覆没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菲律宾的新闻他们讲说，这个失利的原因主要是呢，第一，这个补给轮这个换的行动呢，他们其实是由他们西部军区的司令部策划实施的，是纯粹的军事行动那菲律宾的海警船是在远处来秘密支持。那菲律宾的这个6艘船分进合击，从6个不同方向冲向这个这个等于说坐滩破船那边结果只有1艘成功，其他全部都失败了。那中国大陆的海警他们也就是拿到了是8支枪，还不是手枪呢，是全自动步枪。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行动对于菲律宾来说真的是等于失败的有点惨烈那他们出动这6艘船组成的舰队，当场被中国大陆的海警打得全军覆没，其中1艘还这个拖走了这个指挥母船，然后还被戳破了一个充气艇，然后还抓走了4艘刚性的充气艇。那后来谈判才获释那这样的情况，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
军方对军方，就是比方大陆对上了我们台湾，我们不是在被公务船的针对，而是军对军的话，我们有办法就是占上风吗？还是说我们可能也会是像菲律宾这样的一个情形？再来，西太平洋现在目前日本因为作为这个美国的像是一个前哨站嘛，他在这边又要应对菲律宾，又要应对南海、东海，甚至呢还有台海的问题哦。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现在开始要军演了，也包含了日本海。那其实你看到这个是由太平洋舰队司令啊，他们亲自来指挥。那还有呢，这个现在目前有一些卫星影像的公司讲说，这个菲律宾哦，他们有一个什么超音速反舰飞弹的部署阵地哦。布拉莫斯，他们现在这个在吕宋岛西部这边要新建这样的一个部署基地，那主要是要反制中国大陆在南海这边的一些行为哦。那感觉上面的确，这个南海也好，或者日本的这边这周遭也好，都不太平静。那我们看看枢密院10号更是揭露了一个蛮惊人的消息哦。他说，为了在西太平洋上面有个立足点，毕竟不太平静嘛，所以他说美军现在有一个新的做法，就是说一旦中美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哦，美国会在第一岛链的军事基地可能都会被摧毁，所以他们现在著名的这个船舰制造的企业就建议啊，就说，我们干脆把这些闲置在海上的石油钻井平台啊，把它改造全面变成武装化哦，变成一个武库平台，可以移动的哦，在海上移动的导弹跟补给的基地，来提升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军备还有补给能力。那他们的这个内部空间哦，远大于常规的水面舰艇哦，相当于美国海军的主力驱逐舰这样的一个载带量的5倍，还可以四处移动哦，所以很像霍尔移动城堡还是什么，突然这个井哦就变身变成了一个武器或者是弹药库或是一个基地哦。他说这样感觉上面比起陆基反导系统更为便捷。哇，美军现在已经要搞到这个地步了吗？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费委员，费委员怎么看呢？这个赖清德去到黄埔，现在开始在算账了嘛？我想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用民主的方法选出了总统剩下就全国就要团结一致尤其在对外的方面。当然台湾海峡现在不是那么平静台湾不要去做哪一个国家的棋子去帮人家去打仗台湾是应该要对美国跟日本大家跟中国大陆，我想这是用等距的方式毕竟他们比较大，我们比较小。美国的军力跟大陆的军力比我们强的太多了。这时候我们如果说去做一个棋子是划不来的至于这个上个礼拜六，应该是上礼拜六嘛这个黄埔这个100年校庆在陆军官校这个是退伍的已经退休的这个我们的军人这个陆军官校的成员他们也参加这个分列式我想他们现在也不是我先讲我的答案，我不太相信是故意的了因为他们现在也不是现役军人，他们也没有能力去他们没有有机会拿到真枪，也不可能去叛乱，就好像有的媒体就煽风点火，说什么郝柏村这被李登辉的写上去，当他从国防部部长是升到阁揆相处了，后来是因为在当时一开始郝柏村跟他自己也在讲嘛，郝伯伯我听这个郝伯伯自己讲过这个他一开始是跟李登辉的大家是肝胆相照，当然后来变成肝胆俱裂那我相信他是有他的原因的了。在第一刻也不是像现在事后诸葛去讲这些话还有讲那个什么在阿扁的第一任到第二任选总统的时候，金远连任的时候军方有柔性政变，他当时是讲指的几个是副参谋总长级，当时的部长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强悍的。如果说他影射的是副总长级的几个，他们没有指挥权，也不可能有能力去做这些，而且事实上我也有请教过2位，根本就不可能
啊，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做。可是事后媒体怎么会这样子去导引这个东西？我现在讲了3个事情啊，台湾需要团结，台湾需要好的两岸政策，台湾千万不能有战争。昨天呢，我看到这个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习近平跟这个欧盟的这个会议的主席啊讲说，老美在引诱我跟台湾打仗。我跟各位报告，不管美国之前讲的说台海变成什么地狱式啊，或怎么样，不管有没有打到本岛，这种事情只要发生了，台湾就可能是万劫不复的哈。大陆当然如果打了，他会有所牺牲的哈，美国会对他有所抵制，但是对台湾的结果是什么？台湾是万劫不复哈。你想想看，就算战争没有到台湾的登陆到我们这个岛上，你的台湾海峡如果说整个被封锁了，我们石油进不来，我们天然气进不来，我们怎么发电呢？我们的生产的货物，台湾是我们出口占我们的 GDP 非常高的一个比例，我们货出不出去，台湾不就结束了吗？所以我是觉得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要认真思考一下。台湾不要自己先内讧，自己打自己哈。台湾要有好的经济发展的策略，台湾更需要好的两岸政策。好，请教舰长。刚刚主持人讲了有关于电视墙上面的一句话也就是这个校友团他正部通过司令台的时候没有他的那个校友团的旗帜没有向赖清德总统敬礼，那是不是是否有对三军统帅效忠？那我想请问的是，三军统帅是不是有向中华民国以及中华民国宪法效忠？如果是的话，请不要继续做借壳上市的行为啊。那刚刚另外一个议题其实这的确是个创意拿石油平台来当做一个飞弹的基地对不起，因为我今天没有带那张图来，所以就用手机那手机的部分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石油平台。那其实呢，它旁边呢有停一艘舰艇。那这个石油平台上面，它一共可以放上512个发射单位。那除了它可以作为一种离岸防御，是对于美国来讲离岸防御，但是它一定是前进部署在第一岛链附近。然后它这样做，其实呢，也就是想要对于中国大陆形成一种压力。那但是它这样的部署呢，还有另外一个用意，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它有一艘船停在旁边，因为其实现在从红海的这个危机里头发现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美国舰艇他们的飞弹使用量非常的大，因为他们的SOP 他们要求的是 shoot look， 就是对于一个目标发射2枚飞弹拦截，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拦截率可以有效的覆盖，但是不是3枚210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美国军方的确是有讲到，他们在红海的时候使用方阵静波武器系统，其实是最后的一个手段了。那最后一个手段，其实我们看到伯克级的飞弹驱逐舰格雷夫利号1月30号，就今年年初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启动了那个方阵静波武器系统，而且最后击落的距离不到1英里，也意思就是1600多公尺而已，非常近的距离。在这样的距离才能把这一些无论是无人机或者是攻船飞弹或者是巡弋飞弹击落，那对于船上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另外我们来看现在美国对于这一个第一岛链做的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说叫做离岸防御其实是对于中国的前进部署。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布拉姆斯的超音速攻船飞弹，它要部署在菲律宾的4个位置，那最北方的就是巴丹岛，那这个是现在最新部署的一个位置也是第一个部署的位置。那最南边呢，它要部署在巴拉望岛上面。那我们如果说直接的看南海的这个地形图的话，现在的这
这个叫做甘迪欧基的在海军基地就是部署了。这个位置其实离苏比克湾非常的近。那他们最主要的是要压制黄岩岛，就是让黄岩岛没有办法进行吹沙点海。但是要相信中国大陆没有在怕的，为什么？因为你即使你发射这种飞弹啊，也没有什么用。我们现在看到为什么这个055万吨驱逐舰它部署在美济礁，因为它上面这一个阵列其实也就是高功率微波的阵列，它能够有效的对于这种攻船飞弹进行拦截。所以中国大陆没有在怕的，美国不要尽认为自己打得满手好牌。对不起，你为什么要用石油平台？因为你连船都造不出来。好，来问一下李老师。对，我顺着刚才舰长所说的这个在南海的中非的这个仁爱礁的冲突，好像看起来因为菲律宾有一些他的资料露出来，看起来比一开始大家想的更严重。因为我们知道这南海3号令在5月中公布，那在6月中的时候正式实施，那几乎是马上菲律宾就有这样的运补的行为，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试炼。那看起来是有7位菲律宾的这个士兵受伤有1位还算蛮严重的。那基本上因为这个3号令里面大概所给予的这个作为的方式大概有蛮多的，包括警告、拦阻、驱离、管制，最严重大家可以拘禁。那这次是根据菲律宾所讲，有数位菲律宾的这个官兵是一度被拘留，然后后来才被释放。我觉得还是蛮严重，所以代表说这个事件即便是我相信北京是有一定程度的克制，但是不能够完全排除未来还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在仁爱礁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宪兵礁，过去前一阵子大家也探讨非常多它是离菲律宾巴拉望这个更近一些，但是从4月到目前为止，其实菲律宾的做法跟过去就有不同因为它一开始是2艘菲律宾海巡比较新式的由日本所提供的这个海巡的这个舰艇，大概都2000多吨。而且它是比较新颖而且2艘是并排。那目前大概走了1艘，那它持续在这边。那当然中国大陆可能用比较多的船在外面去巡弋去围它。所以宪兵礁跟仁爱礁，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反应了。目前的中非关系真的很糟糕。那大的环境一定就是所谓的这个中美关系战略竞争。我们回想一下4月的时候有什么新闻？4月份的时候，杜特地说他透露在他执政的时期跟菲律宾有所谓的君子协定，政治上的默契，而且这协定如果按照各方的讲法是更早，从2021年杜特地最后执政的时期，一直延续到2023年年初都还有效。那根据中国大陆的讲法是就是2023年的7月的时候，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还曾经进入到菲律宾国防部谈这个事情。那2023年9月份的时候更进一步的这个讨论，但是今年有一些新的讯息出现说有，现在便是罗生门。那最后就是为什么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目前情势这么紧张？一个就是刚舰长所说，美国在菲律宾部署新的一个反舰飞弹这个新的系统。第二个是美国多次讲说，南海立体适用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三个就是美菲现在非常的亲近。美日菲、美菲过去美菲峰会、美日峰会都很难得，但现在都很平常。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